我的外公是一个小偷，他偷了外婆的名字，偷了她至亲的身份，带着另一个女人走出了大山。后来他们一个成了法学教授，站在台上谈公平。法律存在的意义就是守住这条线。一个成了国画名家，在镜头面前谈风骨。你这个人不行啊，那画再好也是歪的。而我的外婆却被困在大山里，被人戳着脊梁骨，叫了一辈子的破鞋。50年过去，我靠外婆和妈妈2代人的托举走出大山，成为顶尖律所的合伙人。律所招人，我是首席面试官。坐在我对面的女孩精致从容，志在必得。你没通过。您说什么？我说你没通过。苏律，他才20岁就已经拿到了全国大学生模拟法庭的冠军，还在国家重点刊物上发表了6篇论文，是一个好苗子啊！要不再考虑考虑？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，所以易涵同学，你没通过我的面试，请你出去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像，真是像，鼻子、眼睛和我看过的那张老照片简直一模一样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的爷爷是清大法学终身名誉教授，我的奶奶是著名国画家，国家画院终身院士，我爸妈生前都是最高法的法官，法律界没有人不知道他们的名字。我毕业于清大，国内最好的政法大学，成绩在全年级排名第1。你告诉我，我哪里不够资格？成绩只是一方面，在这个行业里，我更看重优秀的人品和干净的背景。至于你的家人，在我这里不是加分项，请你出去。你是第一个敢当众拒绝我的人，我的出身，我的成绩都是最顶尖的，你凭什么不录取我？你这是在恶意针对苏锦是吧？你等着，我爷爷一句话就能让你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。苏律，继续，叫下一位候选者进来。苏姐，你疯了！你为什么要淘汰崔一涵？你知道他家什么背景吗？他爷爷是崔建华，清大法学院的终身名誉教授，跟我们律所有长期合作。你现在把他孙女拒之门外，你知道这会有什么后果吗？所以呢？赶紧发布公示，录取崔一涵。晚了，我已经把他的资料退回去了。你怎么疯了你？他可是……等事情闹大了，到时候弄你怕了。哎，是我小陈。哎，我怎么会怕把事情闹大？这一天我等太久了。这样，苏律，这位是崔一涵的奶奶沈玉清沈老，你们先聊。保养的真好啊。苏律师，我有事儿跟你谈谈。苏律师，我孙女想来你们律所实习，辛苦你安排一下。这双手一看就没干过一天粗活，但真正的沈玉清，她的手不是真的。真正的沈玉清在煤油灯下纳了一辈子血滴，指关节粗大，手指上缠满旧布条，到死都没有神之光。面试时间已经结束了，您孙女没有通过。苏律师，易涵可是全国模拟法庭冠军，在国刊上发表过6篇论文，专业课也是年年第1。你把她拦在门外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候选人已经定了，比您孙女更合适。
怎么嫌少？说个价。我挑人有我自己的原则，相信您作为一个老艺术家，应该比我更懂规矩。除非在您眼里，原则这种东西是可以卖的。小丫头，你是不是太把你自己当回事儿了？像你们这种年轻人，我见多了，仗着有几分姿色，没少陪男人睡觉过。怎么，现在上位了，想拿我孙女来立牌坊？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？这张保养得当的脸底下，藏了50年的东西，到底还是露出来了。这才是他最真实的嘴脸。易涵的父母走得早，我和我们家老崔把半辈子的心血全都砸在他的身上。你马上把他的入职手续办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家在这个圈子扎根了几10年，攒下的人脉，不是你多陪几个男人睡觉就能得到的。你别不识抬举。虽然偷来了身份，但他骨子里这份视人如蝼蚁的刻薄是改不掉的。小丫头，我和我们家老头子的身份，想必你是知道的。你要是敢……说完了吗？崔夫人，面试结果不会更改，请回吧。小贱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好，走着瞧。苏杰，你是不是要造反？我再说一遍，马上安排崔一涵入职。崔一涵他没有通过我的面试，他不符合要求。公示系统的权限在我手里，密码只有我知道。苏杰，你真是疯了你！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？他爷爷可是崔建华，只要一句话，咱们律所前场就全完了。你马上给我解决这件事情，否则你就等着被开除吧。好啊，我会主动给崔教授打电话的。你最好说到做到。崔一涵的爷爷，我的外公，一个抛弃妻女的陈氏女，他的奶奶，一个抢走我外婆人生的小偷。崔教授，我是致远律所的苏姐。关于崔一涵的事，我想当面跟您了解。他老了，胖了，可这张脸和我看了30年的那张老照片一模一样。坐。苏律师，我调查过你，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，年轻有为啊。我也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，知道这一路不容易。不管你有什么顾虑，我相信一涵绝对在你用人的标准之内，只要你松口，我保证你在这个圈子里一定会走得更远。你还年轻，最缺的就是机会。他没认出我，哪怕所有人都说我和外婆有6分相似，但是他没认出我。崔教授，你也是从大山里出来的，我很好奇，您这一路爬上来，踩过多少人？说吧，你到底图什么？是要钱，要权，还是另有所图啊？
图什么？崔建华，建华。崔教授，我只图一个公道。公道？我在进来之前已经把公示名单发出去了，不是崔一恒。小姑娘，你太不识抬举了。今天我见你，是想给你个面子，但你自己把路走窄了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拦我孙女的路，你还太嫩了些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小景啊，你白天给我发消息说崔建华的孙女来律所面试了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但是我已经拒绝了。拒绝？崔建华可是大学的教授，你拒绝了他的孙女，不怕他会找你麻烦吗？我白天已经见过他了。什么？经查证，我司原合伙人面试官苏锦恶意阻挠正常招聘，有损教育公平，已被开除。这是他们动作还真是快，没有调查，没有视频，只凭几行字和一张照片就把我开除了。肯定是崔建华，是他搞的鬼。这么年轻就当合伙人，怕是睡出来的吧？这回他算是踢到钢板了。就业公平就是被这种人毁的，不知道多少人的前途葬送在他的手上。苏锦，失去一切的滋味怎么样？是不是肠子都悔青了？也不照照镜子，看看你算什么东西，还想跟我斗？我会正大光明的走进这个圈子，而你以后在这个行业一口饭都别想再吃上。小姐，要不我们算了吧？你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这笔账欠了50年，也该还了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是我和你外婆连累了你。妈，你别说这种话呀。要不你跟领导服个软吧？小姐，你从小那么努力读书，就算是天热长痱子，天冷长冻疮，每天走20里山路也要去学校，别为了上一代的事断了你好不容易拼来的前程。没事儿的，妈。别忘了，我拼命读书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不就是为了给你和外婆讨个公道？更何况我的前途可没那么容易断。小姐，你是不是早有准备？为了抓住崔一涵的把柄，进入最终面试的每一个候选人，我都亲自做过背调。结果呢，还真让我发现了一点有趣的事。什么事啊？崔一涵的论文不是他写的。什么？妈，你别忘了，我除了律所，可还是清大的名誉讲师呢。崔一涵的论文一打开我就眼熟得很，那些论文分明就是我在大学里带过的贫困生写的。那怎么会成了他的？肯定是他仗着自己家的权势，抢夺了别人的劳动成果。这副做派还真是跟当初李翠兰强占我外婆的身份一模一样。你外婆她哭了一辈子，一辈子都没走出那座大山。妈，别急啊，他们得意不了太久了。等我收集完证据，就是他们的末日。我相信你。怎么了？是清大教务处来的消息。那是不是催你回去上课了？我新开了一个选修课，得回去上课了。刚说完要收集证据，机会
就自己找上门。小杨，明天你有空吗？我们见一面。小杨，小杨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还没有做完，我还没有做完。小杨，你怎么了？苏老师，你来了，我没事，我就是最近写论文有点累。没事了啊，来，坐下来慢慢说。小杨，我给你修改的那篇论文，你发表了吗？发表了。那你打开给我看看。小杨，是不是有人逼你帮他写论文？那个人是不是崔一涵？苏老师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先别管我怎么知道的，你遇到这种事情，为什么不和我说呀？苏老师，我知道你很忙，我不想打扰你，而且崔一涵的爷爷是德高望重的大教授，不想给你惹麻烦。来上了啊，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的。苏老师，可是苏一涵他家很有背景，仅凭你一个人的力量，恐怕……所以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我想让你帮我收集崔一涵抄袭的证据。你不愿意也没关系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我愿意。苏老师，我愿意。我真的受够崔一涵了，他仗着他爷爷，天天逼我替他写了一篇又一篇的论文，那是我熬了多少个夜写出来的呀！最后署名全是他的名字，我真的受够了。苏老师，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证据，我可以把这些都给你。而且，据我所知，被崔一涵压迫的不止我一个。这个网友说得好，他就是睡出来的。我马上就到了，赶快帮我订一杯冰美式，10分钟之后我必须要喝到。这个刘颖死哪去了？我的消息居然敢不秒回！要是让我抓到你偷懒，你就给我等着吧。苏老师，这件事恐怕没那么容易。我知道，可就算再不容易，我也得努力去做。我得让他们知道，这个世界不是他们能说了算的。苏老师，有您这样的老师是我的荣幸。好啦，你给我的证据我都已经备份好了，等明天我会拿着你给我的名单挨个去问他们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刘敏，给我站住！你是聋啊还是瞎？我有没有说过，我的消息要时刻注意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有用吗？我真服了你这个蠢货了！从山沟沟里出来的，连智能手机都用不明白吗？现在立刻去给我买咖啡，5分钟之后我必须喝到。崔一涵，这里是学校，你们是平等的，你没有资格对他颐指气使。苏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难道你们认识？不认识啊，我来问个路而已，只是刚好看到你在这儿乱咬人。你骂谁是狗呢？谁急了我就骂谁了。你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因为突然失业，所以情绪失控吧？还真是可怜啊！失去一切的滋味怎么样？是不是肠子都悔青啊？
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跟我斗你是会后悔的。蠢货，果然跟李翠兰一样肤浅张狂，上不得台面。说了这么2句就听不下去了？那你要是知道网上有那么多骂你的人，岂不是都要跳楼自杀了？别以为你在顶尖律所当个什么合伙人就有多厉害，在我爷爷面前照样屁都不是。崔一涵、崔建华，不急，我一个一个收拾。这样吧，你只要用脸把我的鞋擦干净，我就考虑替你给我爷爷求求情，赏你一碗饭吃。崔同学，是不是没有人告诉你现在是新时代了？还是说你清朝留下的辫子美景把你脑子追坏了？你这个贱人，你居然敢踩我！我没有什么不敢的，你敢把脚伸出来，我就敢踩烂；你们敢围剿我，我就敢把网撕破。你谨言慎行吧，小心登高低重，到时候落个比我惨100倍的下场。你这个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！苏老师气场好强，不愧是金牌律师，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像他一样。你为什么还在这儿？看我笑话很好玩是吗？我不是，我没有。今天的事儿，你要是敢说出去一句，我要你好看。知道。你知道刚刚那个女人是谁吗？她是一个事务所的律师，就是因为拒绝了我的实习，就被辞退了，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。你只要乖乖给我写论文，到时候毕业了，我就随便让爷爷给你弄个什么奖项，到时候你就顶着清大的名头，足够让你在律所当一个底层小律师了。我知道了。行了，扶我进去。苏老师，这是我知道的被崔一涵迫害的人和他们的年级专业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同学你好，你是曼婷吗？苏老师，这是我收集到的一些证据，希望能帮助我。刘勇提供的那几个人知道我在调查崔一涵后，主动提供了更多线索，又牵扯出了更多的受害者，居然有将近20个。老师，你可以帮助我们吗？崔建华，你究竟做了多少年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迟到的，我是那……苏锦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怎么又在我们学校？难道你在跟踪我？你有被迫害妄想症就去治，我是清大的名誉讲师，是来上课的。什么？我让人帮我抢的大师课，讲师居然是你！你一个被律所开除又负面新闻缠身的人，凭什么当讲师啊？当然是凭实力。你要是不服的话，也可以跟我争一争清大名誉讲师的位置。你，哼！对了，我差点忘了，你还得靠你爷爷呢，不然啊，什么都做不出。行了，小吸血鬼，赶紧坐着吧，你已经迟到了。气死我了！不是，怎么了，涵涵？谁惹你生气了？奶奶，苏锦那个贱人居然羞辱我！什么？这个小贱人，她居然敢！就是爷爷，你可千万要替我出这口恶气！你都不知道苏锦那个贱人有多可恶！她前2天故意用高跟鞋踩了我的鞋之后，今天又故意在教室门口等我，羞辱了我一番。羞辱你？她不是刚被致远律师所开除吗？
他一个普通人，他怎么能进你们学校呢？说起这个我就更气了。他说他是我们学校的名誉讲师，之前让人帮我抢的名师选修课，居然是他的课。名誉讲师？哎呦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他一个靠男人上位的小贱蹄子，他哪有这个本事？对呀，我也觉得他这个名誉讲师肯定就是受宠。爷爷，你觉得呢？涵涵，你之前和苏锦确实不认识是吧？当然了，他那样的人我怎么可能会认识啊？爷爷，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我总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啊，他无缘无故为什么非要针对你呢？而且他之前说……崔教授，我只图一个公道。我总觉得他很熟悉，像谁呢？等等，熟悉？老崔，你之前不会跟这个小贱蹄子有一腿吧？你说什么呢你啊？一口一个小贱蹄子！你现在是国画名家，能不能不要如此粗鄙？哎呀，爷爷，那个苏锦啊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觉得他眼熟，说不定是他之前巴结过你，又被你给拒绝了，所以现在才故意针对我。你说的有道理。所以啊，爷爷，像这种学术不端又天天想着歪门邪道的人，就更不应该留在我们学校了。爷爷，不然他以后肯定会继续给我使绊子的。好，一会儿爷爷就打电话让学校开除他。太好了，还是爷爷对我最好。可是，就算这样，我还是觉得便宜了那个贱人。从小到大，还没有人敢对我这样呢，他凭什么呀？这小贱蹄子，居然能让老崔这么伤心。涵涵，奶奶这儿倒是有个好办法，只能让你出了这口恶气。什么办法啊，奶奶？这个小贱蹄子不是这么欺负你吗？那你就可以顺势开个直播卖惨呢。开直播？那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呀。没事儿，内容奶奶帮你去想，你只要负责对着镜头哭诉就行。太好了，奶奶，你一定要给我出了这口恶气。小贱蹄子，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。小姐，这么晚了，你还不睡啊？妈，我这段时间收集了很多崔航的资料，得抓紧时间整理出来。也别太拼了，还是身体最要紧。妈，我们等了那么多年，现在机会就摆在眼前，我没办法停下来。小姐，这些年我一闭上眼就是外婆临走前的模样，她嘴里一直念叨着外公的名字，到死都没闭上眼。我恨他们一家子道貌岸然，门口仁义道德其实就是吃不吐骨头的畜生。我恨他们毁了外婆的一生，自己却风光无限，心安理得。所以我一定要把真相撕开，让所有人都看穿他们那副光鲜的皮囊之下到底藏着怎样的肮脏。妈，只要能给外婆讨回公道，吃多少苦，受多少累，我都不怕。今天应该是这个月的最后一节课。今天的课你不用来上了，以后我们也不会给你排课了。苏老师，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
之事。各位，原致远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苏锦，在被事务所辞退之后，摇身一变变成了清大的名誉讲师。在学校里，他多次的针对我，威胁我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就业公平就是被这种人毁的，不知道多少人的前途葬送在他的手上。要求清大严查。原来是他们一家子，真够无耻的。苏锦，昨天我直播间的观看人数已经突破1万了，现在全网都知道你是什么样的货色了。听说清大已经把你开除了吧？怎么样，还敢跟我作对吗？崔一涵，你是不是蠢？作为一名法学生，你难道不知道你已经犯罪了？侵犯名誉权、造谣、诽谤、引导网暴，还有那又怎样？我不在乎，反正承受这一切的人又不是我，法学生不过是我镀金的一层衣服而已。只有你们这种下等人才会把什么法律、什么公平奉为圭臬，真是笑死人了！你可真是无药可救。从小到大，我想要的就一定会有，我看不惯的也一定会消失。苏锦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巧了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怎么了，涵涵？那苏锦的名声不是已经彻底臭了吗？你怎么还不高兴呢？奶奶，我今天去学校找苏锦了，他又羞辱我，这个贱人脸皮也太厚了点儿，我真的是要被他气死，气死了！涵涵，咱不生气啊，不气不气，奶奶再帮你想个办法，再想个办法。有了，既然那个苏锦这么不要脸，那咱们就趁着这波舆论开发布会，把他的名声彻底搞臭，让他永远都翻不了身。发布会？那好呀。不行。为什么呀，爷爷？虽然现在网络上所有的舆论都是偏向你的，但是我总觉得事情不简单。这个苏锦他……好啊，老推头，我就知道你果然还是对这个小贱蹄子念念不忘。你不要胡说八道，我只是觉得苏锦这个人不简单。哼，他不过就是一个靠男人上位的草包而已啊！你可是法学界德高望重的老教授，难道你还怕这个小丫头片子不成？对呀，爷爷，苏锦他就是个普通人，我都找人查过了，他就是从山沟沟里出来的，也没什么背景。像他这样的人，就算死了都没人在意的，好不好嘛？爷爷，你不是最疼我了吗？爷爷，哎呀，老崔呀，你看涵涵的爸妈走得早，是咱们老两口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，从小含在嘴里怕化了，这捧在手上还怕摔了。他现在被山沟沟里的小丫头片子给欺负成这个样子，你就这么干看着啊？可能是我想多了。好，发布会我来找人办。谢谢爷爷。感谢各位媒体朋友到达现场，相信大家已经听说我孙女崔玉涵前段时间的遭遇了吧？我今天召开发布会就是为了这件事情。小姐，你快过来看这个，怎么了嘛？苏锦被律所开除后，就不断的对我孙女进行打击报复，还让人在网络上攻击她，让我孙女她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创伤。我们已经忍不下去了。没错，我们老两口就这么一个孙女，看她被折磨成这个样子，我真是心如刀绞啊！这一家子人可真是会装模作样。小姐，他
他们这是胡说八道，是在给你泼脏水。没事儿，妈，我还要感谢他们呢。感谢？我收集了那么多证据，正愁啊找不到什么大场合曝光了，没想到他们啊就先帮我搭了这么大个舞台。喂，小颖，我需要你帮我联系那些受害者学生，跟我一起去发布会现场。想靠舆论颠倒黑白，那就看谁会被舆论撕咬到体无完肤吧。致远律所向来以公平正义为本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被拒之门外，可没想到在苏锦的引导下，网上竟然会对我产生那么多的非议。今天我就借这个机会向大家公开我的履历。这么优秀的履历都被刷下来，太离谱了。这苏锦到底什么来头，胆子这么大？如果这个年纪这种履历都选不上，那谁能入他的眼？天王老子嘛！这种人是怎么当上合伙人的？肯定有内情。苏锦他作为知名的律师，他却用自己的权威搞垄断。今天我站在这里，我不是为了自己，我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不再受到他的迫害。我不是为了自己，我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不再受到他的迫害。这副道貌岸然的样子，还真是用字刻出来。苏老师，我们已经在路上了。好，我也在路上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学法的学生这一路走来有多么的不容易。我的爷爷虽然是法律界的泰斗，可是我平时不敢有丝毫的懈怠，生怕丢了爷爷的脸。是啊，在世家里压力很大吧？这个苏锦太过分。我真的非常热爱法律，当初我也是因为仰慕苏律师，想追寻他的脚步，所以才去应聘了致远。可是我没想到他竟然会这么对我，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哪里得罪他了。我看啊，就是苏锦嫉妒。听说苏锦是从山沟沟里考出来的，肯定是看到崔一涵家世好，所以眼红了。我的家里好歹还有些人脉，可是连我都被他整成这样，那些没背景没有依靠的普通学生呢？他们如果受了气，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吧？我只要一想到这些，想到有很多跟我一样的同学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各位请谅解啊，让我的孙女平复一下心情。我来说两句。我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，这一路有多难，我比谁都清楚。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在律师这个这么神圣的行业里，居然有人会把公平踩在脚下。今天我不只是为我孙女发声，更是为了万千学子而发声，他们的未来不容践踏。说的真好，崔教授为法学界奉献了一辈子，这才是真正的教育者。我鼻子都酸了，老教授是真的痛心啊，看他的手都在抖。苏锦必须公开道歉，给所有寒窗苦读的学子一个交代。做人要像写意画一样，清清白白，坚守法律人的底线，捍卫法律的尊严。都怪我们太低调了，把叶涵养的性格太好，才让他受到这样的委屈。其实我也是到后来才了解到，苏锦他在以往的面试当中更偏袒男性候选人，女性候选人就算成绩再好，也都会让他以各种理由而淘汰。可能是他不愿意接受一个律所有2个优秀的女性。可是这么多年，我的爷爷一直告诉我，法律这条路它不分男女，女性也可以一样很优秀，一样可以为大众发声。苏锦这么做，他是对教育的漠视，是对女性求职者的侮辱。今天我站在这里，不是代表我自己，是代表了所有的女性求职者，向苏锦要一个公平。崔同学，说的真好。你说你代表所有女性求职者，但你在学术造假的时候，
有考虑过被你偷走论文的女生吗？苏律师，你针对人也要有个限度吧？你当众给我泼脏水，也太过分了点儿。崔同学，大家都夸你很优秀，那你来说说，你的这6篇国刊论文里面的论据论点和法律条例出自哪本书和哪个案例呢？苏律师，我是不会掉入你的自证陷阱的，不能被他带偏。崔同学临危不惧，好样的。崔同学想不起来了，没关系，我来帮你回忆一下。大一那年，你从一个贫困生那里买了1篇课程论文，大二那年又买了1篇，大三、大四各买了2篇。这6篇论文都是我这些年做义务指导的贫困生写的，但是都被你拿去署上了你的名字。你胡说！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人出来指证我？你这就是污蔑！他们当然不敢说，因为你的爷爷是崔建华。你现在空口白牙还敢污蔑我们全家，你有证据吗？大家可以截图细看，这上面是那6篇论文的原始文档，这上面的每一个论文都有完整的修订留痕，从创作时间到修改时间都记载得清清楚楚，甚至有从初稿到定稿的完整路线，而且这上面的创作人也写得清清楚楚，可是没有一个是崔一恒。崔同学，谁主张谁举证，这些证据你觉得够了吗？不是吧，论文全是买的，这叫年级第一？我去，这就被打脸了吗？我怎么觉得今天这件事好像有点不简单？所以苏锦不录取他的真实原因是这样吗？苏锦他现在可是被志远开除的人，他这样人的说的话，大家难道会相信吗？你就是在给我当众泼脏水，你所谓的这些证据都是伪造的。好，证据可以伪造，但受害者的伤痛是永远无法伪造的。他们怎么都来了？崔一涵从大一开始就不停地剽窃我们的成果，我们碍于他背后的身份，敢怒不敢言。对，他大二的时候把我的手稿塞到他自己的包里，我找过学院，但是第2天辅导员就找我约谈，说让我不要破坏同学团结。其中1篇论文是我舍友写的，他爷爷崔建华亲自打电话压这件事儿，我舍友最后连毕业都困难，差点被逼退学。我也是受害者之一，我写了3个月的论文被他拿走了，申诉无门，就因为学校得罪不起崔家。你们胡说八道，这都是莫须有的事情，你们就是在污蔑我。我们说的都是实话。崔一涵不仅逼迫我替他写论文，还把我当成奴隶一样呼来喝去，一旦有一点不合心意，就拿他爷爷压我，拿我的毕业证威胁我。我的手机里都有聊天记录。崔一涵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爷爷，怎么办呀？立刻关闭所有直播设备。原来是个资源咖，还跟我们卖惨，恶心！再好的家世也遮不住弄虚作假的丑陋。建议严查3代。你现在知道慌了，晚了。今天的事情已经被直播发出去了，这儿又坐着这么多记者，明天啊，你就等着头版头条和教育局的调查。你好样的！还有你们几个，一个个都好样的，还敢试图合伙来反抗我！这个小贱人还敢瞪我！你干什么？这个女的到底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汤？她开的条件更好更多吗？比我许诺给你们的正常毕业还要吸引人吗？崔一涵，
人家本来也能正常录入，用不着你来施舍。你凭什么践踏他们的人口？又凭什么霸占他们的劳动成果？我孙女儿能要他们的论文，那是看得起他们。他们不过就是从小山沟里爬出来的，就算是当了律师，那也是底层的小律师，还不如给我孙女儿镀金呢。镀金工具，你们崔家的人还真高傲啊！从山里出来的怎么了？那你跟崔建华不也是从山沟里爬出来的吗？你这张脸怎么好像也有点熟悉？苏姐，你就别在这装什么救世主了。我明白的告诉你，你救不了他们任何人。既然现在你们敢集体指证我，好，那以后你们就别想正常毕业，更别想在律师圈混下去。你们这一家人到底还有没有人性啊？人性？人性这种东西是弱者才有的东西，像我们这种出生就拥有一切的人，人性只是我们的玩具。你是不是以为你们崔家能一手遮天？你们不用怕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能逼迫你们做任何事，真相也绝不会被掩埋。老师，我们不怕，我们相信你。苏老师，我们相信你。丫头，你认清现实吧！你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，带领一群毛还没长齐的愣头青，你拿什么跟我？比起趋炎附势、颠倒黑白，我的这份愚蠢反倒活得坦荡。你能封住旁人的嘴，却封不住真相，更压不住我想要讨回真相的决心。这个倔样子，还真像当初。是他回来了。叫啊！法律这一行比的不只是专业能力，还有人脉、背景。说白了，做律师本来就是一门买卖。只要你就此收手，这些钱就都是你的了。崔教授，我可是顶尖律所的合伙人，你觉得我会缺钱吗？我还可以让你官复原职，甚至可以把你托举成为致远的高级合伙人，以后给你的案子都是可以上头条的大案子。不必了，我从职业以来接手的案子每一个都是大案，我的能力就是我的活招牌，而且我根本不用靠任何平台。那这些孩子的前程呢？你就不考虑了吗？哼，只要你别再找我孙女的茬，我保证让他们直接保送研究生，甚至是博士生，他们也会有更辉煌的未来。如何？你还真大方啊！我一向如此。保送，保送之后被你拿捏在手里，跟你孙女当一辈子血包吗？你在胡说什么？崔大教授，你这些话呀，还是留着骗别人吧。这些学生中，但凡有一个接受了你的好处，那剽窃论文都会变成交易。以后呢，他们这些受害者全部会犯法，相当于他们把把柄都捏在了你的手里。那他们这一辈子就只能给你们崔家当狗。所以你说的这些条件，我一个都不会答应。这个贱人怎么有眼不睛的？你不要钱，不要权，不要地位，更不要我许诺给他们的未来。那你到底想要什么？爷爷，我看他呀就是装的。哦，难不成你是想要我的位置？苏锦，我告诉你休想！爷爷早就说了，我才是他的接班人。
你们崔家还真是被捧得太久了，以为满世界就你们崔家一个小伯伯呀？你就别装了，我都看出来了。从你面试一涵，见到我的名字时，你就开始针对他了。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不就是想证明你能扳倒一个法律界的泰斗吗？说白了，你就是想证明你自己很优秀，想做到我的这个位置。你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无耻吗？不然呢？除了这些以外，我还真想不出你到底有什么想要的。我想要的，小姐，你一定要找到你外公，他叫崔建华。好。法学生不过是我镀金的一层衣服而已，只有你们这种下等人才会把什么法律、什么公平奉为圭臬，真是笑死人了。我想要的是公平，是正义。蠢货！我想要朗朗乾坤，想要学术自由，我不要学法垄断，不要小人当道。崔教授，这些你能帮我实现吗？小丫头，你确实是有几分小聪明，可惜啊，还是太天真了。现在所有人停止拍摄。你们，苏姐，你谋划了这么久，又是人证又是物证，应该很辛苦吧？只可惜呢，只要有我爷爷在，你就永远别想把任何真相都泄露出去。刚才发生的事情你们都看到了，这一家人的真面目你们也都已经看到了，你们就打算坐在这儿装作一无所知吗？你们是媒体人，你们手里的笔是用来写真相、写正义，而不是来给权贵当遮羞布的。真相被篡改，被掩盖，你们呢？明明看得清清楚楚，却选择坐视不理。你们没了媒体精神，没了职业道德，你们算不上是记者，你们只能算是权贵的一条狗。苏姐，你还是太单纯了，低估了权力的力量。今天在座所有的媒体都是我请来的，每一个单位跟我都扯不清的干系。媒体那只是我的一根舌头，我想让他们说什么，他们就说什么。要是我不想让他们说，他们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想毁了我孙女，先看看你配不配。把所有内存卡全都收了。苏老师，我们怎么办？来，把我带下去。不好意思啊，崔教授，今天我在来之前呢，已经把我的行程备份给了我的家人，还有客户。对，这些客户崔教授应该也认识，晴天集团的吴董事，静雅科技的季股东，还有我最近刚接的副市长的儿子。今天只要我跟我的学生在这里掉一根头发，他们立刻就会过。崔教授，你想见见他们吗？崔建华，你以为世上只有你会用权势吗？你早就准备好了。崔建华，我看你是好日子过太久，忘了自己的来时路。没关系，我会帮你记着，并且让你的余生时时刻刻都会在悔恨中度过。我们走。苏姐，你给我站住！爷爷，你看他。看来是我小瞧了这个丫头片子。怎么了，云云？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苏老师，我只是有点太紧张了，缓一会儿就好了。抱歉啊，是我思虑不周，让你们受委屈了。苏老师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今天简直飒爆了！是啊，苏老师，你刚刚在那里面舌战群雄，简直就是我们法学生榜样。苏老师，您让我知道，做律师不只是打官司，更要捍卫正义，我要向您学习。
只可惜，就算我们保住了视频，没有媒体报道也很难掀起舆论。没想到崔家这么厉害，竟然能控制媒体。今天我们算是白来了。谁说我们今天白来了？老师，什么意思啊？崔建华呢，他确实老谋深算，但是他老啊，他还以为自己活在20年前那个主流媒体掌握一切话语权的时代吗？他错了，现在可是自媒体时代。所以呢，从他们选择直播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说，难道说，虽然崔建华中断了直播，但是由于观看实时热度太高，已经有人把直播切片发出来了。你们看，正爆料到高潮，直播怎么断了？跪求后续！你们快看，下面有人评论在求直播后续呢。这些学法真是太不要脸了，给普通学生一条活路吧！我看是那个教授心虚，故意控制舆论吧。我将一直蹲后续，抵制学术不端。群众们的眼睛果然是雪亮的，这下崔建华他们一家的风评肯定大受影响，距离揭露他们的真面目也就不远了。是啊，这个时候也确实是应该有人给他们添一把火。我说的这几点，你们一定要处理。爷爷，苏锦把所有的论文资料还有证据都公布到网络上了，现在各大平台全都爆了，怎么办啊，爷爷？好，那就麻烦你们了。爷爷，我知道，我已经打电话让人去处理热搜和网络上的舆论了。这处理热搜有什么用啊？那些该死的网友已经找到了我的账号，他们一直在骂我。爷爷，你看，他们说就是因为我造孽太多，爸妈才早死，还说我也活不了太久了。贱人，这帮贱人！好了，来坐。不气了啊！爷爷，你快帮我想想办法，不然以后我就全毁了。爷爷，别急，我已经找人让平台把那些账号言论全部封禁。不过，想要把局面扳回来，让舆论对我们有利，还得好好琢磨琢磨。那爷爷，你看，你先上楼去洗把脸，剩下的爷爷想办法，好不好？好。喂，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，想要糊弄过去不简单呢。是我们失策了。玉清啊，你有什么想法？玉清，沈清在哪儿？你不就在这儿吗？你这是怎么了？老头子，我算是知道了，你为什么觉得那个小贱蹄子熟悉？为什么？你认识他吗？因为他像沈玉清。不，我和你生活了几十年，他可一点都不像你呀。不是我，是沈玉清，是真正的沈玉清。什么？你是说被我们丢在大山里的沈玉清？建华，你看，俺新给你做的衣裳。像，实在是太像。像吧？你再看看啊，牛头山，这就是我们走出来的那个小山沟沟。这么像的人，怎么我们一开始没发现呢？我们出来的太久了，这几十年一路高升，早就忘了还有这么个小山沟沟。老头子，这牛头山藏着咱们太多的秘密，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我算是知道苏锦为什么油盐不进，为什么一心盯着一涵不放过。他一定和沈玉清有关系，肯定知道当年的事，他是替沈玉清来报仇的。崔建华，我看你是好日子过太久，忘了自己的来时路了。没关系，我会帮你记着。
并且让你的余生时时刻刻都会在悔恨中度过。苏锦说的那些话，难道他手里有什么证据？什么证据啊？什么证据啊？可当年我们已经做得很小心了，不应该还有什么证据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那万一呢？万一呢？这个苏锦真要把我们当年的事情给抖了出来，那咱俩可就真完了。你必须想办法阻止他啊！看来只能让他永远开不了口了。苏姐，快坐。陈律师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着急叫我过来？我就是来看望一下老同事。你最近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？谢谢啊，我一切都挺好，没什么需要帮忙。陈大律师，有什么话直说吧，我时间很紧。苏姐，你是不知道，我为了你啊，几次去求董事会，他们总算是松口了。他们打算忽略你的负面名声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这是聘请书，你看一下，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就可以签字了。陈大律师，1个月前你无故辞退我的时候，致远丢了好几个亿的案子。半个月前有一个跨国合并案，是我在致远的时候一直在准备的案子。案子换人接手后，不到1个星期便主动退出了。现在呢，案子也黄了，钱也没赚到，名声也坏了。我说的对吗？啊，还有啊，就在前天，致远发布了新一季的资产报告，数据也非常难看。这只是暂时的。我苏锦是稳扎稳打，靠着实力走上来的。我的客户只认我这个人，致远没了我，现在至少得丢2成的案子。所以是董事会让你请我回去的吧？自从苏锦走后，利索流失了近2成的案子，账目这么难看，你是瞎了吗？对不起，陈总，我不想听任何借口。董事会已经投票表决，要你立刻把苏锦给我请回来，否则你高级合伙人的地位也保不住。是董事会让我请你回去的，希望你可以考虑考虑。不用考虑了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我拒绝。是你最好的选择。你不来支援，你还能去哪儿？既然给你台阶，你顺着下就行了。你干嘛这么犟？当初那件事情也是，要是你早听崔教授，早早的就把崔一涵给录取，我会把你开除吗？还不是因为你太什么？太不知好歹，还是太不识抬举？你明白就好。难道只有对那些权贵卑躬屈膝才是对的吗？我不是什么？陈飞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欺软怕硬，拜高踩低，巴结那些权贵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你高级合伙人的身份不也是你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拼出来的吗？这些你都忘了吗？陈飞，我告诉你，你再继续这样下去，只会毁了致远几10年的名声，也毁了你自己的良心。不懂？你以为我想这样？你没在我这个位置，你根本就不知道。我也有我自己的无奈。我是不懂，我也不想懂。我只知道，在我做律师之前，我得先做个人。如果连良心都没有，那我还做什么律师？苏姐，你一定要回来，不然董事会那边我……把你脑子里那些脏东西收一收吧，陈斐。你现在最该做的是对着特米斯法律天平好好问问自己，你当初学法律的初心到底还在不在？希望陈斐能早点迷途知返吧。热搜上的不会是他吧？好像啊，就是他吧？热搜？
苏锦律师四处散播谣言，污蔑我和我的孙女，导致我们最近受到很多谩骂。今天我们就将所有事情都说清楚。苏锦造谣我买论文剽窃别人，这就是莫须有的事情。我的所有论文我都是第一作者，并且发在国刊，完全就经得起查证。我崔建华研究了一辈子法律，也教了一辈子法律。刚开始我不出面，是为了保全那位女同学和苏律师的一点颜面，但他们欺人太甚，我也顾不得这张老脸了。那个出来带头指证我们的女同学刘颖，其实是我一直在资助的贫困学生。没错，我爷爷为了让他没有自卑心理，所以在我写论文的时候，让他帮忙找一些参考文献。他每个月也就工作2-3个小时，而我每月以负报酬的名义资助他3万块。我爷爷这里就有转账记录，可是我没想到他竟然以为这些论文都是他写的，想要据为己有。我相信这个女同学单纯，肯定是受人挑拨的，可我没有想到这个苏律师心思居然这么歹毒啊！只是因为我们揭露了他的真面目，他居然要毁了我们一家呀！是一家人，还真是比蟑螂都顽强。刘颖为什么会收崔建华每个月给他的3万块钱？可他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喂，对不起，是我事，对不起，根本不知道这件事，不知道那些钱从你们账的是怎么回事，可是那个账户确实是我的。你不知道？我只记得大一的时候，崔教授拿走了我的身份证，我不知道他用来干什么。看来他是拿了你的身份证去办了一张银行卡。这个崔建华原来那么早就已经准备好了。是我太我没有前途了，我好累，好累，我想喘一口气。刘洋，苏老师，谢谢你，再见。我现在去找你，刘洋。苏老师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，感觉怎么样啊？我现在去叫医生啊。对不起，你就这么想死？用自残，用放弃自己的方式，去替那些恶人赎罪？刘洋，做错事的不是你。贪心枉法的是崔建华，窃取你成果的是崔一涵，该身败名裂、付出代价的是那些仗势欺人、徇私舞弊的迫害者，从来都不是你。你选择学法，难道不是为了守护公道、护住真相吗？可现在呢？你在惩罚最无辜的自己，你在惩罚最拼命活着的自己。你想继续看着那些伪善的恶人高枕无忧、心安理得地霸占你的心血，继续颠倒黑白吗？不，我不想，我想让他们付出代价，我想拿回我的成果。可是我的力量太小了，我没办法。有办法。刘洋，拿起你最熟悉的武器，用光明正大的方式讨回属于你的一切，让那些人知道，法律不是强权的保护伞，而是弱者最硬的靠山。
我会陪着你。我们用规则，用证据，用正义，让那些作恶者付出该有的代价。苏老师，你说的对，我不会再逃了。我要让这些人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这才对吧？苏老师，其实不止我们这一届有这些情况，不止崔一涵这么干，崔教授、崔建华早就开始压榨学生、侵占学生的成果了。你仔细说说。其实崔建华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，根本就是踩着学生的尸骨站上来的。他手底下有2个研究生自杀了，因为他位高权重，把这件事压了下来，没有半点风声。这个畜生！还有一个博士刘博转行去摆小吃摊，很多人为了摆脱他的掌控，放弃了自己的前程。苏老师，我好恨啊！别哭了，刘洋，你们不用忍耐太久了，舆论已经开始发酵了。他崔建华第一次可以澄清，可第2次、第3次呢？网友们可是很多疑的。苏老师，你呢？好好在医院养病，我会亲自去给那些受害者打电话。这一次，我会彻彻底底亲手搬动这座大山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律师苏锦，我想跟你们了解一下崔建华的情况。哎，我也是受害人之一，我想跟你们了解一下，我们可以一起。你以为我们没争过、没闹过吗？没用，没用的。你走吧，劝你不要再调查了。哎，你好，你是刘博吗？刘同学，我来找你是有点事情想跟你说。我知道你是谁，也知道你找我干什么，但是我不想听到有关崔建华的任何消息，也不想当证人。这么多年了，你难道不想让他付出代价吗？只要你答应。没有意义的，你也说了，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，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回忆。这些事情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刘同学，你要吃我就给你做一份，你要不吃的话就让一让。我挺忙的。老板，来一份炒面。好嘞，稍等啊。现在总有时间跟我聊聊了吧？我知道，你不是不想讨回公道，你只是怕了。你在一次次碰壁之后，你害怕了，你害怕公平得不到伸张，你害怕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公平，怕拼尽全力也不能让崔家的人掉一根头发。所以呢？但我不一样。崔家害了那么多人，你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个是我搜集到的崔建华学术舞弊、欺压学生的证据。这个是我的个人履历。曾经我是一名顶尖律师，以及为了扳倒崔家，我已经准备了几10年。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？要是有用的话，我还会是今天这个情况吗？你以为我们这些人没闹过，没告过吗？我也曾经以为热血无敌，公平常在。我一遍又一遍去递交申诉材料，去举报，为的就是让我后来的学弟学妹不再受折磨。可是你知道后来怎么样吗？我不仅没有举报成功，
我的举报材料还全都到了那个魔鬼的手里。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公平，所谓的公平定义，也都是掌握在那些高位者的手里。我看清了这个事实，我看透了，放弃了，我认命了，所以我退学了。有用？什么？举报有用，公平也一定存在。你是3岁小孩吗？苏姐，别傻了。一个人的力量很微弱，2个人呢？3个人呢？1群人呢？你现在不是1个人了，我这里有很多这样的人，很多受到他迫害的人，而且在舆论上，现在也不是他崔家能够一手遮天的时代了，有很多很多你素未谋面的人愿意为你发声。我无所谓了，我早就不在乎了，我再也不想跟法律界扯上任何关系，我最讨厌的就是学法。是吗？当然了。那这个呢？你明明讨厌，那为什么还要随身携带？什么时候把书还我？我拿来垫桌脚的总行了吧？你别骗自己了，你想成为一名律师，想维护公平，你更想让崔建华付出代价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我想，我每天都想，可是我做不到啊。你不是大律师吗？你一定认识很多有钱有权的人，那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因为我想让崔家，想让崔家的人看到蝼蚁也能吞象。好，我信你。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我派去盯着苏锦的人说，这些日子他一直东奔西走，寻找曾经在我手底下待过的学生，而且是那些没有顺利毕业的学生。什么？呀，这绝对不行！他这是要跟你鱼死网破。哼，就凭他都没有能和我鱼死网破的本钱。我已经给过他很多次机会了，既然他活腻了，那我就料理他，永绝后患。好，你寄来的材料我已经收到了。好，再见啊。终于松口了。现在有了这些人的联名举报，想要指控崔建华，就容易多。再喊出声，我掐死你！是，为什么要偷袭我？谁让你这么拖到最后，只是得罪了崔教授。别动！出来！你以为你能跑得了吗？贱人！这什么东西？那个人绑架我！崔建华，真是狗急跳墙了。做律师这么多年，要是没这点防身的警觉性，恐怕早就死了。喂，物业吗？我在小区的地下停车场被人袭击了，明天我要看监控取证，让你们经理亲自来一趟。
喂，警察同志吗？我在小区的地下停车场被人袭击了，我现在所处的环境非常不安全。明天你们派2名警察同志上门陪同我取证，保证我的安全。好，谢谢。苏律师，你别过来！苏律师，你别害怕，我叫徐浩，我是来送东西的。你干什么？别过来！把东西放这儿，放这儿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抱歉啊，我这么晚才过来，我只是那个想把材料放到你家门口，没想到咱们正好碰到了。苏律师，您可以先看看里面的东西。这是你要举报崔建华？是的，我之前在网上刷到了您的直播切片，我就赶了过来。我姐姐之前在崔建华手下读研究生，在他研2那年跳楼自杀了。抱歉啊，我是从邻省赶过来的。我本着想着明天再来拜访您，可是我实在是等不及了。对不起，我吓到您了。不关你的事。刚刚我在楼下遇到袭击，现在还有点应激。你能再仔细跟我说说你姐姐的事吗？我姐当年以第1的成绩考上了研究生，当时崔建华名声在外，我姐姐就理所应当的选择了她认为最好的导师。可就在几个月后，她情绪开始不对了。这个是我姐的日记，里面写满了对崔建华的控诉。在她研2那年，她跳楼自杀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们也闹过、告过，可没用。直到我看到了苏律师您的事情，我才相信，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之外，还有人比我更在乎真相，所以我就赶过来了。苏律师，求你还我姐一个公道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放心，我会的啊！快起来，起来！苏律师，谢谢您。哦，对了，您刚才说有人袭击您是吗？这肯定和崔建华脱不了关系。我有个客户刚好开保镖公司的，我明天就联系他，让他给你找几个保镖，负责你的安全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太谢谢了。苏律师，你的事情办好了？已经报警立案了。这几位是？这4位是我为您挑选的保镖，他们会日夜轮换，守在你家附近，出门也会全程跟随，负责您的安全。你只要安心搜集证据，别的不用管。谢谢你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为你姐姐讨个公道。这是我联系的其他一些受害者，我们都相信您。老师，证人证词已经全部准备好了。好，联合举报材料我马上整理完了，一会儿我们。喂，你好，我是苏锦。好，那我等你发过来。再见。怎么了，老师？是沈玉清，有人通过新闻找到我，说他要举报沈玉清洗钱。
看来啊，他们一家的好日子要彻底到头。没有的东西没得手就算了，还让苏锦请了那么多保镖随身带着，这我还怎么下手？哎呀，老崔呀，别气了，小心你的血压。这群蠢货，什么事情都办不好。现在苏锦起了防备心，又抓住了我的把柄，真要是让他得手，那我们不就完了吗？老头子，虽然我们要不了他的命，但是我们可以让他在这个行业里彻底混不下去。只要我们把苏锦的名声彻底搞臭，让他在律师圈混不下去，他没有了律师身份的加持和人脉，我们再收着他，我就轻松多了。好主意啊！我这就给陈斐和绿邪打电话，召开一次专门批判苏锦的听证会，吊销他的律师执照。小姐啊，有你的快递，好像是个加急文件。你最近没有文件了接收？难道是有人寄来的新证据？哦，请本人务必5月30日准时到达听证会现场。这是绿邪给我发过来的通知啊！看来崔建华真是沉不住气了。他没有办法杀我，但是又应付不了互联网的舆论，只能打压我的命运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小姐，你能不能……没事的。崔建华组织的这场听证会正合我心。我真没想到，我们都年逾70了，竟然还会遭人诽谤污蔑。建华被折磨的整日睡不着，这身体状况每况愈下，我们实在是无法忍受了。我一直尊重法律，恪守底线，也始终鼓励学生坚守正义。可苏锦的所作所为已经彻底逾越底线，涉嫌恶意诽谤、捏造事实，完全属于知法犯法。身为一个学法之人，他比谁都清楚规则，却肆意践踏规则。他根本不配拥有从业资格，更不配成为一名律师。我本人十分不愿意后辈误入歧途，自毁前程，但为了法律界的清朗风气，杜绝歪风邪气，我和我的家人不得不出面来追责，哪怕是浪费公共资源、耗费时间和精力，我也要追究到底。我现在正式要求吊销苏锦的职业执照，避免更多人被他误导、受害。说这些不觉得可笑吗？维护风气，追责到底。崔建华，你还真是满口的仁义道，实则颠倒黑白，浪费公共资源，践踏规则的人，从来都是你。苏姐，今天是关于是否要吊销你律师执照的听证会，你带这么多记者来，是想干什么？治一线长一智嘛。我怕崔教授找来的记者太怂包，不敢把今天的丑闻往外报道。哟，陈律师也来了。各位，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你们的好戏可以开始了。苏姐，我们接到举报，你恶意诽谤，知法犯法。我不认，我没有恶意诽谤，我说的每一句话，做过的每一件事，都有实打实的证据。大家可以仔细看看这些资料。自从崔建华招收研究生和博士以来，他手下的学生抑郁的抑郁，生病的生病，有些人甚至被逼到轻生。所有证据都已经经过公证，是完全真实的。这里边有误会，有误会。
什么误会？崔静华，你别再装什么德高望重的名师了。有多少前途大好的学生在你的逼迫下辍学退学，铁证如山，我还敢狡辩？简直就是胡说八道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他们抑郁辍学，那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问题。现在的生源质量实在是太差了，现在的学生太脆弱，太叛逆，抗压能力差，一点小事就玻璃心，上学的苦都吃不了，将来怎么在社会上立足？我真没想到你能无耻到这种地步。你怎么说话呢？年轻人气性大，能理解，但你随便侮辱别人，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这足以证明你的人品低下，配不上律师这个身份。大家把资料翻到第9页，里面清楚地标明了崔建华历年来招收的学员质量。崔建华的学生全是各地的状元，最差的也是前3名，别人想抢都抢不到。可在他嘴里呢，倒成了质量差。可见他平时是怎么打压学生的，而学生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心理问题，还不都是被他逼的吗？那是因为他们自己心理承受能力差，不堪一击，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这就是在颠倒黑白。你急了？我没有急，是你在胡说八道。苏姐，以前学习好不代表适合搞科研了，研究生压力本来就很大，不比本科轻松，学生们一时间转换不过来情绪，也是很正常的。是啊，崔教授向来精益求精，对自己的学生严厉一点也情有可原。你不能拿这个当做攻击的借口。你们还真是能把白的变成黑的呀！崔建华没少给你们好处。苏姐，你给我闭嘴！我警告你，别再血口喷人。这些证物你不信，想来大家也没有耐心看完了，那就让这些受害者亲口说吧。都进来吧。你们，哎呀，这不是小刘吗？当年你执意辍学，让老师担心了好久啊。现在怎么样啊？我不是已经给你们钱让你们息事宁人，为什么还要来？崔教授，有什么话大大方方说呀，何必小声嘀咕？不过也没关系，我给他们每一个人都佩戴了话筒，直接连着记者的直播设备，这套设备收音可是好得很。我今天要举报崔建华侵占学生成果，长期 PUA 学生。他在课业上不仅没有指导，而且还要求学生替他的孙女完成项目。我曾经多次实名举报，但是崔建华联合各级领导拿到我的举报材料，威胁我，强迫我退学。我跟着他熬了1年多，天天熬夜做实验、写报告，所有的核心数据、论文初稿都是我一个人做的。可成果一出来，他立马拿走，给了他的孙女，连我的名字提都没提过。我姐被他长期压榨，抢研究成果，无尽羞辱，被逼得走投无路，最后选择了自杀。这根本就不是同学的问题，就是他逼死了人。他长期 PUA 我们，不管我做的有多好，他永远都说不够。他当众打压、贬低我们的一切，打击我们自信心不说，还说我们能跟着他学习那是天大的恩赐。只要我们稍有反抗，他就给我们穿小鞋，卡毕业。我们所有人都活在他的控制和恐吓里。他威胁我们不准对外多说一句，敢举报就彻底封杀我们的学业路，让我们这辈子都没法从事本专业。崔建华，这么多证人在这儿，你还敢厚着脸皮说是学生的问题吗？苏姐，你以为找这么多人来串供，闹一些文章，大家就会信吗？
建华这么多年的口碑和名声是不会作假的，你这分明是报复和针对。你以为我只针对他，不针对你？我孙女儿想来你们医所实习，辛苦你安排一下。像你们这种年轻的女人，我见多了，长得有几分姿势，没少陪男人睡觉。我们家在这个圈子里扎根了几十年，攒下的人脉不是你多陪几个男人睡觉就能得到。你别不识提取。这是老艺术家该说出来的话吗？真没素质！这老太婆有病吧？女性优秀就是睡出来的，说狗屁理论！她之前还营造爱女人的人设，我真是吐了。我还接到了你艺术作风不正、倒卖艺术品，甚至利用画廊和艺术品进行洗钱等多项举报。我没有，你这是污蔑！你否认也没用，你们两个的罪证我都已经向法院立案调查了，到时候我会用我毕生所学，让你们把牢底坐穿。你就这么恨我们，恨到要我们家破人亡吗？我是真正从大山里走出来的穷学生，我知道学习和科研的苦，我不可能压榨学生，不可能。崔教授，你总说你自己是从大山出来的，给自己贴金，可你真的是从大山里出来的穷学生吗？你跟你的夫人真的是靠自己走出大山的吗？你胡说八道，我当然是靠自己。崔教授，谎话说多了，连你自己都忘了吧？你忘了当初是怎么抛妻弃女，也忘了自己是怎么踩着结发妻子的血肉爬到今天的这个位置。你说我抛妻弃女，可谁不知道我和我的夫人沈玉清相濡以沫50年。沈玉清？你说的是这位沈玉清，还是那个被你丢在大山里的沈玉清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你在这里胡编乱造什么啊？你是什么居心？看我今天不撕了你的嘴！大家请看这张照片。崔建华，这张脸你还记得吗？这是我插队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女青年，对我有过好感，但早就被我严肃拒绝了。下面的字是因为是我妻子沈玉清拍摄的，所以才这么写的啊！对，没错的。当时我就是这张照片的摄影师。苏姐，你不要凭着一张照片就在这混淆视听，是吗？玉清，等我安顿好就回来接你。玉清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，你放心，我会给你和孩子一个家。玉清，你再等等我，这次真的快了，我很快就能拿到你的返程名额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里的每一封信上面的署名都是崔建华，而拥有这些信的人就是我的外婆，真正的沈玉清。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沈玉清。那上面的老女人是谁啊？大家一定很好奇，我的外婆是沈玉清，那现在这个自称是沈玉清的女人又是谁呢？她不是沈玉清，她是当年村长的女儿，她叫李翠兰。你胡说！什么李翠兰？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。你还真是嘴硬，没关系，我也有证据。这张照片就是你前几年去祭拜李家先祖时候拍的。帅真的是，你爸是村长，几乎将你所有的证件都抹去了。但可惜的是，我在牛头山县里的档案中无意间发现了这个。所以她真的是李翠兰，是她偷走了沈玉清的身份。一个村官的女人偷了知青的身份，风光了一辈子。而真正的沈玉清在大山里待了一辈子，这一切本应该是她的呀。崔建华，
我外婆一直到死都在等你，可惜她没有等到，她等来的是你跟你身边这个女人双宿双飞。你们偷了她的名字，偷了她知青的身份，走出了大山，一个成了法学教授，一个成了国画家。真正的沈玉清呢，却被你们困在大山里，被人浇了一辈子破血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没关系，我还有证据。我妈是沈玉清的亲生女儿，你们都可以跟她做个 DNA 比对，来验证这件事的真伪。这是我的出生证明，1976年，是你离开大山的那一年，6月13号，是你最后一次给我娘来信，说要接我们娘俩离开的日子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再也没有你的消息。他跟崔建华长得这么像，根本不用验 DNA。这是什么禽兽？把大肚子老婆扔山里，自己跑出来当教授。他完整的公平道理，这个男人是怎么做到的？就这还当教授，他也配？上梁不正下梁歪。陈飞，赶紧把直播关掉，快！哦，快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，快关掉！崔教授被吓得都忘了，这里不仅有你的记者，也有我带来的记者。但可惜的是，这次没有人能帮你掐掉直播。娘，你等了一辈子的人，今天我把你带来了，你好好看看他，看看他这张脸，看看他身边这个女人，看看他们过的日子。崔建华，你说你是从大山里出来的，最讲公平，可你配说公平？你每次一喊沈玉清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你良心不会痛吗？还是污蔑，是污蔑！你就只有这句话要对我们娘俩说吗？你是污蔑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崔教授，我是清大校纪委，学校已经成立专项调查组，针对你涉嫌身份造假、学术不端、利用职权打压学生举报等行为，正式启动调查程序，请你在24小时内到校接受问询。教华，当年我也是没办法，都是他用家里的关系向我施压呀！崔建华，你疯了！你胡说什么呢？啊，这当年都是你的主意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啊！你闭嘴！当年不是你爹逼我，我怎么会和你在一起？你给我闭嘴！你有什么资格提我爹啊？当年是你来找我，你说那个乡下女人配不上你。你如今把一切都推在我的身上，我今天我跟你拼了，我跟你拼了！你放手！不信了，各位，我们是临时调查小组，关于崔建华、李翠兰的案子由我们接手。崔建华、李翠兰，跟我们走。警察同志，你们一定是搞错了，这些都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是他是主犯，我是受害者。你们把他带走，你们把他带走吧。警察同志，你要带就把崔建华带走，这都不关我的事儿啊！这一切事情都是他做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都是你，都是你！什么50年的相濡以沫，什么老教育家的从容，老艺术家的疯狂，在真相面前碎成了渣。哎，别打了，住手！住手！人性的丑恶真是被他们展现的淋漓尽致。
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是爸爸的错，是外公的错，你们原谅我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们身上都流着我的血，你们不能不管我。好女儿，你娘等了我那么多年，她一定不想让我进监狱。只要你们能原谅我，我就跟着你们，咱们和和美美的过日子，好不好？崔建华，你可以得起我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该道歉的不是我，是他。他因为你到死都没有下葬，因为他没有身份，那里没有他的祖坟。雨晴啊，雨晴啊，对不起。好了，带头。这声欠了50年的道歉，他终于说出来了，但外婆听不到了。不过没关系，这笔账我算清楚了。苏老师，太好了，我们做到了，我们做到了。是的，我们做到了。以后你们就可以踏踏实实的搞学术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把你们当垫脚石。你们的成果只属于你们自己。苏老师，谢谢你，我姐姐终于可以瞑目了。苏老师，谢谢你。那以后你怎么打算？还要去摆摊吗？摊呢，肯定还是要摆的，毕竟那是我的收入来源。但今后我会用我的专业知识去尽可能的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。苏老师，我要成为像你一样的人。对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苏老师，你是我的榜样。外婆，你被困在山里50年，事后连祖坟都进不去。今天你终于自由了，那个抛妻弃女的渣男也得到了报应。知名教授崔建华因身份造假、学术不端，利用职权打压学生，被永久开除教职，取消一切荣誉头衔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画家李翠兰假冒他人身份，您听到了吗？崔建华和李翠兰他们都得到了报应，家产全没了，人也进去了，这辈子他们都会在牢里度过。但是我听说他的那个孙女跑到国外了。他是偷渡过去的，没有合法身份，而且他在国内没有家了，只能一直在外面流浪，没有人可以给他拖地了。妈，我们做到了。娘，这公道吃了50年，小姐替你讨回头。我创立律所，以持衡作为名字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持守天平，执掌公义，做个无愧于心的法律人。苏律师，来之前我一直在想该说什么。我想说谢谢，但这2个字太轻了，配不上你做的事。你能站在这儿，是你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我只是替你搬开路上那些石头，以后你也会坐在某个位置上，也会有人等你点头，等你伸手。到时候，请记住你来时的路。好了，大家开始工作吧。
可能还有很多沈玉清被困在自己的大山里。下一场仗就从这里开始。